一个海鲜加工厂需要在市场上批量采购一批鱼，如果在市场上直接购买，鱼的价格会立刻涨价，不利于加工厂控制成本。于是加工厂先放出消息说，因为核污染，所以鱼不能吃了，市场上的鱼大幅度降价，加工厂趁机采购了很多鱼。采购结束后，加工厂又放出消息说，请检测机构检测过，没有核污染，鱼的价格迅速回升。这里鱼的价格大幅度下跌，加工厂趁机采购的位置就是流动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上期视频我们讲解了 FVG 与 IFVG， 接下来我会把 ICT 的每个已公开的常见概念都做成视频，同时融合我自己在交易中使用它们的经验进行讲解。今天给大家带来流动性 liquidity。 首先，什么是流动性？简单理解，流动性就是散户通常会放置止损订单的地方。这些较为集中的止损订单就像磁铁一样，驱使价格不停地朝着这些流动性的位置运行。怎么判断流动性？所有时间级别的摆动高点、摆动低点以及相对平行高点或低点都是潜在的流动性位置。一般我们称摆动高点的流动性为 buy side liquidity， 买方流动性；摆动低点的流动性为 sell side liquidity， 卖方流动性。这是澳元对美元的交易对，图中标注了列取了流动性的位置。比如这里，价格在创造了一个摆动高点之后，来列取了一遍这个摆动高点的上方的流动性，随后开启了下跌。流动性有什么作用？这是欧元对美元的图表，背景趋势是看跌的，我们预期价格可能会列取这个高点的流动性，随后再开始下跌。可以看到后面价格果然列取了这个上方的流动性，所以流动性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入场点。假突破再收回的入场策略一般被称为海龟汤策略 Turtle Soup。 除了作为入场点，流动性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目标位和趋势方向。这是纳斯达克期货指数的图表，这里我们通过其他的条件在下方做多。上方有3个非常干净的平行高点，给人一种上方有非常强大的阻力作用的感觉，所以很多散户会背靠上方的平行高点去做空，止损就放在平行高点的上方。但我们通过流动性的概念知道上方其实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因为价格不喜欢流出平行的高点或者低点，所以我们的多单目标位是在上方。最终价格大幅度冲破上方的平行高点，列取了这些流动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纳斯达克期货指数的很典型的开盘流动性列取案例，会让你对流动性的理解加深一点。临近美股开盘，前面我们提到摆动高点和摆动低点一般都是流动性的所在位置，我们把它标注出来。为什么这2个地方有流动性呢？上方这里盘前价格大幅度下探，会有散户认为这里有所谓的阻力，价格涨不上去，所以背靠这里做空，止损就放在这个前高点。同样的，盘前价格在这里开始上涨，就会有另外一部分散户认为在下面做多，止损放在前低点。可以看到美股开盘后，价格先剧烈上行，列取了前面提到的流动性，也就是 buy side liquidity， 买方流动性。随后价格又大幅度下跌，列取了刚刚在底下开多的这些多头的止损，也就是 sell side liquidity， 卖方流动性。OK， 以上就是关于流动性的知识点。理解流动性将会极大的提高你判断价格大概率会前往的方向和位置。在实际交易中，流动性一般要结合其他的知识点进行综合运用。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您的交易有帮助，请按下订阅和点赞，您的支持和关注就是我们持续免费分享的最大动力。祝你顺利，我们下次见，拜拜。